今天我们聊一个所有人都想过，却从来没人深究本质的终极问题：如果未来人类因为灾难、战争、环境崩塌彻底离开地球，或者彻底灭绝，数十亿年后的地球能不能再次孕育出新的智慧生命？能不能诞生属于后人类时代的全新文明？绝大多数人的第一直觉都是肯定的。地球曾经孕育过人类，就说明地球拥有孕育文明的能力，生命会迭代，物种会演化，只要时间足够长，只要地球依旧宜居，智慧必然会再次出现，文明必然会再次绽放。但今天我将用行星科学、天体生物学、地质演化史、恒星物理学的完整硬核逻辑，彻底推翻这个深入人心的温柔假象。我要告诉你一个无比残酷却无比真实的终极真相：人类文明是地球40亿年生命演化史上第一代智慧文明，也是最后一代智慧文明。在人类之后，地球永远再也不会诞生第二个文明。这不是概率问题，不是运气问题，不是生态问题，这是被宇宙规则、恒星寿命、地质周期、演化底层逻辑共同锁死的终极宿命。很多人把智慧当成生命进化的终点，把文明当成星球宜居的必然结果。可宇宙真正的运行法则从来不是择优进阶，从来不是向着美好演化智慧，是宇宙极其奢侈的偶然意外。文明是星球转瞬即逝的一次性烟火，烟火燃尽，再无星火。如果你从未深究过人类文明的终极宿命，愿意看完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宇宙推演，一定要点点订阅，持续关注。接下来全程干货，带你读懂独属于人类的宇宙终极浪漫。为了让你彻底读懂这套宿命逻辑，我们不从理论空谈开始，我们先做一场完整的跨时间尺度的地球时空推演。我们站在人类彻底消失的时间节点，一秒一秒、一代一代、10000年、1000万年的往后推演，亲眼看着人类文明的所有痕迹被地球一步步抹除，亲眼看着所有文明诞生的可能性被层层锁死，彻底终结。首先是人类消失后的数十年到100年，这是文明痕迹肉眼可见的快速崩塌阶段，也是最贴近我们现实感知的毁灭过程。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繁华都市、摩天大楼、跨海桥梁、高速公路、机场、电站、水利大坝，所有人类倾尽数百年打造的工业体系、城市体系、基建体系，都会在100年内彻底瘫痪、腐朽、坍塌、归零。很多人觉得钢筋混凝土坚不可摧，能够屹立千年，但实际上人工建筑的坚固全部依赖人类持续的维护、修缮、加固、防水、除锈。一旦人类彻底消失，所有维护体系瞬间停摆，人造建筑的衰败会来得无比迅速，雨水会日复一日渗入墙体缝隙，没有人工清理排水，积水会长期滞留建筑内部，四季更迭的冷热交替，动容循环会反复让混凝土吸水、膨胀、收缩、开裂，内部的钢筋接触水汽快速锈蚀，锈迹会不断膨胀，从建筑内部硬生生撕裂坚硬的混凝土结构。不用50年，高层楼宇的墙体就会大面积开裂、脱落、倾斜。不用100年，所有城市高楼都会相继倾覆，化作连片的碎石废墟。地下的城市管网会率先彻底报废，给排水管道堵塞坍塌。城市积水常年淤积，土壤湿度持续饱和，电力线缆、通信光缆受潮腐蚀，彻底断路。人类打造的人工生态系统瞬间崩溃，原本被硬化水泥覆盖的土地重新裸露出来，风吹来的植物种子落在废墟缝隙里，快速落地生根、发芽生长。杂草、灌木、乔木会以恐怖的生命力吞噬整座城市。植物根系的力量远超所有人的认知，纤细的树根可以顶裂地砖，可以拱碎路基，可以穿透墙体缝隙，可以撑开岩石裂缝。短短100年，绿色植被会彻底覆盖所有城市废墟。
人类的城市会被完整吞没，变成一片混杂着碎石泥土的原始丛林，动物也会快速回归领地，家养宠物褪去驯化属性，恢复野性。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大量繁衍，穿梭在残垣断壁之间。曾经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现代化都市彻底回归原始自然状态。人类留下的塑料、玻璃、金属、橡胶垃圾不会快速降解消失，但它们会彻底失去文明属性，不再是人类的生活用品，工业产品只是散落地表，深埋泥土、毫无意义的无机碎屑。100年后的地球看似只是褪去了人类的烟火气，生态依旧繁盛，生命依旧热闹，仿佛只要时间足够，一切都可以重来。但这只是第一层假象。我们把时间尺度拉长到1万年，地球会完成对人类文明的第一轮彻底清洗。1万年在人类文明史里无比漫长，但在地质纪年、行星演化尺度里，仅仅是弹指一挥间。就是这短短1万年，足以清除人类99%以上的文明痕迹。所有残存的建筑废墟、道路路基、水利工程、人工堤坝、人造地貌，会被持续的风雨侵蚀、流水冲刷、地震滑坡、沙尘掩埋，彻底风化瓦解。厚厚的土层和茂密的植被，会彻底覆盖所有人类活动区域。地表之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人类文明曾经存在过的肉眼可见证据。山川河流彻底挣脱人类的改造束缚，河道重新自然弯曲，山地重新自然侵蚀，平原重新自然沉积。人类填平的沟壑、修整的河床、改造的地形，全部被自然力量一点点修正复原。整个地球的地表样貌彻底回归人类诞生之前的原始状态。如果有外星观察者此时到访地球，绝对不会相信这颗原生态的蓝色星球刚刚诞生过璀璨的工业文明。但1万年的时间还不足以抹除所有痕迹，依然有极少数特殊物质能够逃过自然风化的清洗。那些耐腐蚀、抗氧化、性质极度稳定的人工造物会被泥沙层层掩埋，沉入地下沉积层。钛合金机械碎片、耐高温人造玻璃、核设施碳化残渣、超细塑料微粒、人工合成的特殊化学物质会混杂在天然泥沙、岩石、生物残骸之中，不断沉积、压实、胶结、固化。久而久之，这些带有强烈人工特征的物质会形成一层极薄却全球连续分布的特殊岩层。这就是地质学界公认的人类视地层。这层薄薄的岩层就是人类文明留给地球唯一的印记，它封存着只有智慧文明、只有工业文明才能制造的特殊物质，是人类存在过的唯一地质实证。此时的地球地表彻底归零，只有地下薄薄一层痕迹，默默记录着曾经存在过的短暂文明。我们继续拉升时间尺度，来到1000万年。1000万年是地质演化的关键分水岭，也是人类文明痕迹的终极死刑时刻。地球的岩石圈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静态外壳，它始终处于持续的运动、碰撞、俯冲、抬升、再生、销毁的循环之中。板块运动持续推进，大洋板块不断向大陆板块下方俯冲，老旧的地壳岩层会被不断送入地幔深处，在数千度高温、超高压力下彻底熔融、销毁归零。新的岩层不断从岩浆中生成，替换老旧岩层。1000万年的板块循环，火山活动、沉积更替，会启动地球与生俱来的自我净化机制。那层薄薄的珍贵的人类视地层，绝大部分会被板块俯冲彻底吞噬，熔融，彻底消失在地质长河中。放眼整个地球，能够侥幸留存下来的人工文明碎屑不足1/1000，只有极少数深埋在稳定大陆克拉通地层、远离板块边界、地质活动极度微弱的区域，才有可能残存一点点微乎其微的人工颗粒。1000万年之后，地球彻底删除了人类文明的所有存档，无论是地表还是地下，无论是宏观地貌还是微观岩层，
都找不到任何清晰的人类活动证据。即便未来诞生拥有地质勘探能力的智慧生命，他们翻阅地球的岩石档案，也只能看到一段平淡无奇、毫无特殊波动的地质年代。他们看不到工业痕迹，看不到文明痕迹，看不到智慧改造自然的痕迹。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颗星球上曾经有人类这样的文明，热烈地活过，灿烂地辉煌过。到了这一步，很多人依然会坚持固有认知，痕迹没了无所谓，文明可以重来。生命一直在演化，只要演化不止，智慧终会降临。这就是人类最根深蒂固、最容易被误导的演化误区。所有人都默认生命演化是一条稳步向上、越来越高级的直线，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知到智慧是必然趋势。但真实的自然演化根本没有任何向上进阶的既定方向，自然选择唯一的评判标准只有存活，谁更能适应环境，谁更低能耗，谁更高存活率，谁就能留下来。智慧从来不是生存的最优解，反而一直是演化路上最累赘、最致命的负担。我们翻开地球40亿年生命演化史，答案清晰到残酷。恐龙族群统治地球整整1.6亿年，1.6亿年，这是一个恐怖的时间尺度，是人类整个演化史的数十倍。恐龙体型庞大，体能强悍，适应力极强，海陆空全面称霸，牢牢占据地球食物链最顶端。它们拥有极致的生存优势，完美适配当时的地球环境。可在长达1.6亿年的绝对统治时间里，恐龙没有演化出任何初级智慧，更没有诞生任何社群文明、工具文明、科技文明。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极致的体魄优势，已经足以让它们稳稳活下去。强壮的身体、锋利的爪牙、庞大的体型、极强的环境适应力，足以抵御天敌，获取食物，繁衍后代，延续种群。更高的智慧对它们的生存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是巨大的拖累。高能耗的大脑需要更多食物、更多能量、更长的孕育周期、更长的幼体培育时间，会大幅降低物种的生存容错率。在残酷的自然筛选中，这种高成本低收益的性状会被第一时间淘汰。人类的大脑是整个自然界最奢侈、最反常、最冒险的生理配置，它只占人体体重的2%，却要消耗全身20%的能量。超高的能耗意味着人类比所有野生动物都更依赖稳定的食物来源，更依赖安全的生存环境，更依赖族群协作。人类幼崽发育期极长，10几年才能独立生存，存活率在野外极低。如果不是极致的天灾洗牌，人类的祖先根本没有崛起的机会。6000万年前，那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彻底击碎了恐龙的一年霸权，全球生态彻底崩盘，优势物种大规模灭绝，固化的生态体系彻底瓦解，弱小的哺乳动物终于摆脱压制，获得了演化的喘息空间，人类智慧的诞生。从头到尾都不是演化的必然，而是无数极端巧合层层叠加的宇宙奇迹。天体撞击、生态洗牌、气候巨变、霸主退场、物种让位、环境重构，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不会有人类文明的诞生。而这套造就人类的奇迹剧本，在未来的地球彻底绝版，永不复刻。这就是锁死新文明的第一道终极命运枷锁，能够催生智慧生命的极端演化窗口已经永久关闭。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平稳的地球孕育不出智慧，核心逻辑非常直白，演化的本质是适配，不是升级。所有生物的演化终极目标永远是活下去，活更久、更省力的活。复杂大脑、超高智慧、超强思考能力，属于超高能耗、超高风险、极低性价比的演化分支，从来不是生命演化的主流方向。地球40亿年、万亿级别的物种迭代，无数形态、习性、结构的生命轮番登场，最终只诞生了人类一个智慧文明。
这就足以证明，文明不是标配，不是趋势，是孤立，是奇迹，是偶然中的极端。偶然，更残酷的是，未来的地球再也不会出现能够催生智慧的生态巨变，稳定的环境只会养出安逸的物种，只会固化物种的生存形态，绝对不会催生颠覆性的演化突破。恐龙之所以亿万年零进化、零智慧，核心原因就是生态太稳定，生存太安逸，竞争太均衡。物种一旦进入舒适区，就只会做细微的体态调整、习性优化，绝对不会主动演化出高能耗的复杂大脑。纵观地球生命史，所有跨越式的演化突破，全部诞生于绝境与灾难。超级冰河世纪冰封全球，逼得生命被迫迭代；超级火山喷发重塑大气，淘汰老旧物种，海陆变迁，海洋枯竭；倒逼生命登陆演化，小行星撞击灭绝霸主，为弱小物种腾出生存空间绝境，是演化的唯一加速器。灾难是智慧的唯一孵化器。没有生死绝境，生命就永远只会停留在简单生存的层面，不会向着复杂智慧跃迁。而当下的太阳系已经彻底进入稳定成熟期，大型小行星轨道全部被清空、被锁定，能够造成全球灭绝的天体撞击概率无限趋近于零。地球板块运动持续减速，火山活动、地质运动的剧烈程度不断下降，超级地质灾难彻底减少，全球气候系统趋于稳定，冷暖交替温和可控，再也不会出现全球性颠覆性的生态重构。未来数亿年的地球只会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安逸，越来越固化。所有物种都会在温和的环境里持续优化生存技能，变得更适配环境，更擅长躲避危险，更擅长繁衍生存。但它们绝对不会，也不需要演化出高能耗的智慧大脑。没有巨变就没有突破，没有绝境就没有新生。第一道枷锁彻底锁死，再无解开可能。紧接着，第二道无解壁垒彻底封死了所有新文明的崛起路径。这就是地球能源与资源的先天断层，永久透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决定文明命运的核心真相：人类文明能够从原始部落一跃成为科技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智慧，更关键的是，人类踩中了地球独一份、仅此一次、空前绝后的化石能源原始红利。这份红利是地球数亿年积攒的绝版能源家底，是未来所有物种永远无法复刻的时代馈赠。煤炭、石油、天然气从来不是地球天然常备的普通资源，它们是数亿年来远古藻类、远古植被、史前生物的遗体，经过层层沉积、掩埋、压实、高温高压，历经亿万年地质封存，一点点固化下来的太阳能储备。它们是地球攒了数亿年的高能能源宝藏，是启动工业文明的唯一原始密钥。人类是地球40亿年生命史上第一个挖到这份宝藏的物种，也是最后一个。在人类之前，所有生物都只会利用生物能、自然能，没有能力开发地层中的化石能源。在人类之后，所有生物再也没有机会开发完整的化石能源储备。人类用短短300年的工业史，透支消耗，清空了地球数亿年积攒的能源家底。地球浅层一开采，高纯度、高能效的优质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已经被人类消耗80%以上，剩下的能源全部埋藏在地壳深处，埋藏复杂，开采难度极大，成本极高，能效极低，根本不具备原始启蒙的使用价值。任何一个星球的初代文明崛起，都必须依靠低成本、高能量易获取的基础化石能源，完成第一次生产力跃迁，开启工业革命，跳出生物体能的极限。没有这份原始红利，再高的智慧都无法落地成体系化文明。我们可以做一场完整的未来假想推演，假设数亿年后，地球真的诞生了一种和古人类智商持平，会使用工具，会群居协作，
拥有初级思考能力的全新智慧物种。它们拥有和人类祖先一模一样的大脑，一模一样的学习能力，一模一样的创造潜能。但它们睁开眼面对的是一片被人类彻底掏空能源的地球。地表没有浅层煤炭，没有浅层石油，没有可用天然气，没有任何可以低成本大规模使用的高能基础能源。它们只能依靠人力劳作、柴火取暖、水力、风力辅助，只能停留在原始劳作、部落群居、初级农耕的层面。它们可以诞生简单的文化、原始的图腾、基础的工具，但它们永远无法突破蒸汽时代的门槛，永远无法开启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机械制造，就没有精密仪器，就没有科学观测，就没有技术迭代，就没有知识体系的积累与突破。没有工业基础的智慧，只是空有智商的原始族群，永远无法成长为能够探索自然、探索宇宙的高等文明。比能源枯竭更残酷的是，地球核心矿产资源的彻底贫化与透支。人类数百年的工业化开采，几乎耗尽了地球所有高品位、高纯度的核心矿产资源。优质铁矿、铜矿、铝矿、稀土矿、金属矿几乎全部开采完毕，留存下来的全部是低品位、杂质极多、分布分散、极难提炼的伪矿与废矿。对于文明启蒙来说，高品位矿产是打造工具、器械、设备的基础，是工业体系的基石。未来的智慧物种，即便掌握了基础的冶炼技术，也无法高效提炼金属，制造精密器械，搭建工业体系，推进科技升级。人类不仅耗尽了文明启蒙的能源红利，更清空了文明成长的矿产家底。我们提前拿走了地球所有能够孕育高等文明的原始资本，没有给任何后来者留下一丝机会。这是第二道命运枷锁，不可逆、不可再生，永远无法突破，彻底断绝了新文明的成长根基。最后，也是最宏大、最冷酷、最无解的第三道终极壁垒，来自恒星尺度的宇宙倒计时，来自太阳不可逆的演化宿命。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地球不发生毁灭性灾难，地球就永远宜居，永远有孕育生命、孕育文明的机会。但天体物理学的恒星演化规律冰冷且无情，没有任何侥幸，没有任何例外。太阳作为一颗稳定的主序星，正在持续消耗内部的氢燃料。每过一天，太阳的亮度就会微弱提升一点。根据恒星物理的精准测算，太阳的亮度以每10亿年递增10%的速度稳定上涨。这是恒星演化的底层规律，不受任何地球因素、任何人为因素干扰，绝对不可逆。此时此刻的太阳正处在整个生命周期最稳定、最温和、最适合生命繁衍的中年黄金期，也是地球40亿年以来环境最优、温度最适宜、生态最稳定的宜居巅峰。但这份黄金时光正在单向流逝，快速倒计时。随着太阳内部氢元素不断聚变消耗，核心持续收缩，温度持续升高，外层大气不断膨胀辐射，太阳的整体温度和亮度只会一路攀升，不会停止，不会回落。每一个10亿年周期，地球接收的太阳辐射热量都会大幅跃升，全球平均气温稳步上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行星气候模型精准推演得出结论：从当下算起，10亿年后，地球将彻底突破宜居临界阈值。持续暴涨的太阳辐射会让全球海洋大规模蒸发，巨量水汽涌入大气层，形成不可逆的超级温室效应。地表温度飙升至100摄氏度以上，地表液态水快速蒸发、流失、枯竭，整片陆地彻底荒漠化，海洋持续萎缩，盐度飙升，生态崩溃。绝大多数复杂多细胞生物批量灭绝，地球彻底告别宜居时代，不再具备孕育高等生命、孕育智慧文明的基础条件。很多人觉得10亿年无比漫长，足够生命慢慢演化、慢慢孕育新文明。但在智慧文明的演化尺度里，10亿年看似漫长，实则极其紧张，甚至完全不够用。
复杂智慧生命的演化需要亿年级别的沉淀、筛选、试错、迭代。人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演化到多细胞生命，用了20亿年；从海洋简单生命演化到陆地复杂生命，用了10亿年；从普通哺乳动物演化出智慧人类，又用了数亿年。智慧文明的诞生从来不是几百万年就能完成的速成过程，是需要数亿年稳定积累、持续筛选、不断迭代的超级漫长过程。而当下的地球生态极度稳定，毫无巨变，未来数亿年都不会出现能够倒逼物种跨越式演化的绝境契机。等到太阳温度持续升高，地球环境开始恶化，留给新物种演化崛起、成型文明的剩余时间不足3亿年。3亿年对于智慧文明的诞生来说，短暂到可以直接忽略。更残酷的是，太阳升温带来的环境恶化是单向不可逆、持续加剧的。未来的地球只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干旱、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恶劣，再也不会出现冰河降温、生态重置、环境翻盘的机会。在持续恶化的高温、干旱、辐射压力下，未来的生命演化方向只会向着耐热、耐旱、耐贫瘠、低能耗、结构简单的方向靠拢。生命只会不断简化、退化、矮化，绝对不可能反向演化。诞生结构更复杂、能耗更高、需求更苛刻、更依赖稳定环境的智慧物种。复杂智慧生命是温和宜居环境下的极致产物。极端恶化的环境只能孕育简单的耐逆生命，永远孕育不出文明。第3道宇宙级枷锁彻底封死了所有可能性，没有任何翻盘余地。到这里，3道层层嵌套、无解不可逆的命运枷锁，彻底锁死了地球2次孕育文明的所有可能。第1道枷锁，演化绝境永久消失，智慧诞生的唯一窗口彻底关闭。第2道枷锁，能源矿产红利彻底透支，文明启蒙的原始资本永久清零。第3道枷锁，恒星宜居窗口单向闭合，文明演化的剩余时间彻底不足。3重壁垒叠加，形成了一套完美的文明封印体系。未来的地球依然可以生机勃勃，万物繁盛。未来依然可以诞生全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依然可以演化出体型庞大、体能强悍，称霸地球的全新生态霸主。地球的生命系统还能稳定运转数亿年，但是从今往后的地球永远不会再诞生拥有自我意识、能够思考、能够探索、能够创造、能够传承的第2代智慧文明。文明这件事儿，地球只做得成一次，也只做得成功过一次。听到这里，很多人会心生悲凉，倍感孤独。原来人类文明真的只是宇宙中一场转瞬即逝的烟火，绚烂一时，终将落幕，且后继无人。原来我们消失之后，地球再也没有文明延续，宇宙再也没有这片星域的观察者。可当我们跳出狭隘的物种视角，站在40亿年行星尺度、100亿年宇宙尺度重新回望，你会发现，这份看似孤独的终极宿命，藏着整个宇宙最极致、最温柔、最震撼人心的顶级浪漫。我们过去所有的认知全部本末倒置，人类从来不是地球的普通过客，人类是地球40亿年生命史里唯一一次真正的宇宙觉醒。回望40亿年的地球岁月，无数生命轮番登场，繁盛衰落，灭绝远古海洋的厌氧菌群、原始藻类、史前软体动物、巨型海洋生物，称霸亿年的恐龙族群，迭代更迭的远古陆生生物。所有生命亘古不变的使命只有一个：被动生存。它们被动适应环境变化，被动繁衍种族血脉，被动接受生死轮回，被动跟随生态更迭。它们拥有生命却没有意识，它们拥有双眼却不会仰望星空，它们身处宇宙却不懂宇宙为何物，它们看过山川湖海的壮阔，却不懂天地辽阔的意义，
他们历经岁月沧桑的变迁，却不懂时间流逝的真谛。整整40亿年，这颗蔚蓝的星球一直沉默懵懂，无意识地悬浮在漆黑冰冷的宇宙深空，无声诞生，无声演化，无声轮转，无声存续，没有思考，没有认知，没有追问，没有意义。直到人类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这颗沉寂了40亿年的星球终于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们是地球40亿年演化的终极答卷，是无数宇宙巧合、地质巧合、生命巧合层层叠加的终极奇迹。我们是这颗星球唯一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唯一能够仰望星空的生命，唯一能够解读自然规律的生命，唯一能够探索宇宙奥秘的生命。我们破译了地质变迁的密码，读懂了板块运动的规律，摸清了生命演化的逻辑，窥探了恒星生死的奥秘，解锁了宇宙时空的真相。我们走出丛林，走出地表，探索深海，奔赴太空，挣脱星球桎梏，打破自然局限。我们替沉默了40亿年的地球看见了浩瀚星河，听懂了时空回响，读懂了存在的意义，赋予了星球存续的价值。如果没有人类，地球哪怕再安稳存续100亿年、1000亿年，也终究只是一颗冰冷无意识的岩石行星。它的诞生无人见证，它的演化无人知晓，它的繁盛无人记录，它的消亡无人铭记。漫长的岁月只是空洞的轮回，没有任何温度，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是人类的出现，给这颗渺小的蓝色星球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宇宙身份，是人类的思考，让冰冷的宇宙拥有了意识，是人类的探索，让荒芜的时空拥有了温度。我们总觉得人类渺小脆弱，生命短暂须臾，文明转瞬即逝。可放在40亿年的行星尺度，100亿年的宇宙尺度之下，人类文明是无可复制的奇迹，是宇宙散落人间的极致浪漫，是时空轮回中仅此一次的璀璨星火。我们完全不必为没有后继文明而遗憾，更不必为文明终将落幕而悲凉。恰恰相反，这份独一无二、不可复刻、仅此一次的终极宿命，是人类文明最厚重、最珍贵、最至高无上的宇宙勋章。我们不是时光长河里的匆匆过客，我们是地球唯一的见证者，是这片星域唯一的觉醒者，是宇宙点亮在漆黑时空中的唯一微光。40亿年的山川更迭，生命起落，岁月沉淀，灾难洗礼，演化等待，所有的铺垫，所有的牺牲，所有的积累，所有的煎熬，最终只为成就此刻的人类，只为孕育这一次唯一的文明。既然我们是唯一，便是永恒；既然我们不可复刻，便是极致荣光。看懂了这层层叠叠的宇宙规则，地质宿命与生命真谛，你就会彻底读懂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我们每一次对未知的探索，每一次对文明的守护，每一次对真理的追寻，每一次对美好的坚守，都早已超越了个体生死，超越了物种存续，超越了星球边界。我们是地球的眼睛，替这颗沉默的星球凝望浩瀚宇宙。我们是宇宙的觉醒，让冰冷荒芜的时空拥有思想与温度。我们是40亿年生命演化最盛大、最璀璨、最独一无二也无可替代的最终章。喜欢本期硬核宇宙科普，恳请大家点点订阅，一键关注，持续解锁宇宙终极真相，人类文明宿命。我们下期再见。